但其实讲到川普，他这2天很忙啊，忙什么？把所有的行程都排开啊，忙的就是这个大而美法案。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希望 4th of July 美国国庆日之前，我可以看到那个两边都同意的大而美法案放在我的桌上，我给他签下去，说你看，我又完成了一项我的目标。好，这项目标他的讲法是说，我要大规模的减税。我了解你，你们希望能够不要有太多的税，对吧？可是问题是要怎么样有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减税的时候收入就变少，你就要拿其他的地方少花点钱嘛。他删减的是低收入的医疗补助，还有一些社会福利。也因为这样呢，所以其实在他自己的共和党内也有很多人是反对的，包括像是在刚刚表决过了，在众议院这边的表决过了，就用的是原本参议院的那他就是真的7月4号的时候，而且票数增加票数增加219对213，219对，那他的显然他是游说是成功的，对，显然他那一天空下那一天来是有意义的因为那一些人通通回来了。但是呢，现在在民主党内，他们其实是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或是学界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来，经济学人呢图解，他认为这个大而美法案是美债飙增，赤字增大。直接来看数字，参议院的版本其实呢跟他第1次众议院通过的版本是不一样的。他们讲法是说呢，参议院版本也就是刚刚确定通过这个版本，可能会使得2034年的时候，美国债务比达到 GDP 的125%到130%。虽然说呢，川普说这个法案助弱势，因为我减税，但是很多人算出来，最大受益者是富人，因为呢 ，Wharton 商学院他们算出，如果收入低于$16,999的人，你的年收入是减少的，也就是你赚的多，赚的少，那你收入会减少。但相对的，如果你收入超过$430万的那个最有钱的0.1%，你年收入反而会增加$39万。所以呢，这个真的是帮富人吗？还是其实呢，跟原本的这个想法是不一样的？马斯克现在呢，其实就很反这个事情了，原因是因为他说，这个跟我们原本的初衷想要让美债减少这件事情不一样吧？结果呢，现在呢说他要成立一个美国党。然后中方的网友呢一面倒说，我们这边10亿人支持你，我们支持你阻挡。甚或呢，川普现在的状况就是，当他要驱逐这些所谓已经是合法而且入籍的这一些外国移民的时候呢，他的讲法是说，有没有可能反而影响到他的太太还有小儿子？因为甚至呢，有美国人发动了联署了，说如果你要把这一些合法的公民给驱逐出境的话，那没关系嘛，那你就叫你的老婆、你的小孩，甚至你的这一些外婆等等亲人，通通都走吧。还真的有人去上到网络上面帮忙联署、帮忙签名。对于美国来说，很多人的感受是一个停滞的状态，不管是经济上，又或者是在公共建设上。因为呢，最近又开始在讨论了，要横跨一个东西的高铁。好，说东西两岸的高速铁路呢，希望从纽约到洛杉矶72小时之内可以往返。可是我们就先不用讲这个新的说2026年可以来启动的这个计划啦，你就想那个以前曾经讲过要做的计划，譬如说 Dallas 到 Houston 的这个高铁，西班牙的那一家公司现在已经停止美国业务，为什么？因为他已经等了10几年，快20年了，结果呢没有做，就是没有做，甚至呢这一些钱完全都投进去的拿不出来，至今未动工。另一个例子是什么？等更久了，好17年，这个是美国的 LA 当时呢说 LA 跟旧金山要有个高速连接，从2020推迟到2033，钱呢已经从原本的预算330亿到1280亿，但到目前为止一个铁轨都还没放下去。大家就想问，到底等到什么？等了个寂寞吗？等7年，等到了中年，还是等不到？已经有53%过半的加州选民认为说，这个根本不可能会实现吧。其实坐高铁这件事情确实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问题是真正做出来之后也得要能开才行。因为印度呢最新的一个高铁就让大家说了，高铁就是你速度很快嘛，所以它不太能有太多的角度，但怎么会出现一个90度的直角呢？后来呢这个设计师讲说，因为就是这个地方有一个地铁站我们没有办法把它移开，没选择嘛，所以我就只能盖这个直角，甚至还砸了6000万盖了这个高
高架桥，好，可是这个会变成魔鬼弯道，很多人就开始在讲啊，高架桥盖成这样子，会不会很容易出车祸？会不会很容易有问题？目前他们要开始展开调查了。做基建是一件事情，但是回过头请教一下亮哥，对于川普来讲，他现在想做的是减税。好，刚刚呢说已经通过了这个票数，7月4号他可以签署这个法案，签了会真的像他讲的大而美好吗？我这个不是只有减税啦，他基本上人家估计4年内美债会增加3.3到3.8兆嘛，是啊，那因为他的地方税的扣抵。有钱人大概有4万美元呐，那你这边提到这个收入低于16999，这种人是美国的平民啊，平民，那是很弱势。我跟你讲，他有关那个弱势团体的部分，他还取消了医疗补助跟粮食补助，对，那个金额牵涉到的人大概是1180万人，我觉得这个。影响会非常的大，1700万吧，1700万，1700万，反正这个影响会非常大，因为美国的穷人如果粮食拿不到，医疗拿不到，那可能会走极端呢。很多人是拿食物券的嘛，对啊，那还有就是取消对绿能跟气候投资的补助嘛，是的，那等于是走回头路了嘛，对不对啊？那事实上坦白说，这个法案为什么令马斯克非常火大了？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就我刚刚讲的那些内容啊，那事实上大家也加了蛮多附带条件的，那很多都是猪肉同法案嘛，都是有利于个别的议员选区的那我觉得这个东西通过，那川普当然在那边设想啊，他认为减税就会增加对美国的投资嘛，那经济会活络，所以你本来想的说我会增加了那个债。事实上不一定会出现啊，我认为川普恐怕太高估自己了啦，因为我们目前看到美国人的富人哦，如果拿到新的钱哦，他投资可能是买股票哦，他不会做实体的投资啊，所以而且现在全球化，那也可以去买别的国家的股票啊，所以我觉得川普可能是太高估自己了啦，这我们不管啦，反正。这个就是他主要的政见啊，那在第1年就通过了。是，其实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他就是 king 啊，反对他的人还是被他压抑了，而且直接就恐吓你，说我下次不让你选啊，那有些人会害怕啊，所以除了那种我明年不选了啦，除了这一种的，不然其他人还是会怕了，说实在啊，这个川普这方面的权利应该跟赖清德差不多了啊，是确实啊哈，就像这个北卡这一位，他就直接讲说，反正我明年不选了，他就可以说，我不支持你。可是川普说什么？川普说没关系，我媳妇去选。现在呢，就在美国政坛，到底这个大而美法案会有哪些后续的影响？我们等等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来带给大家一个快讯哈，这个呢是现在在美国的众议院，他们应该还没有到最后的 final vote， 但是对于这个 Big and Beautiful 大而美法案，确实能不能闯关成功，其实全世界都在看，因为呢，川普他特地空下了一整天的行程在搞这件事情，请教顺峰老师。这样子，这个大而美，这个你看听的都很怪怪的一个名称，有没有？那确实去看它的原文呢，是 One Big Beautiful Bill 啊，这个。现在我要讲的先不要讲说它这程序啊，这怎么多麻烦。你像那个参练的程序的时候啊，搞了16个小时啊，因为它为什么？因为把960页念完。那我请问，一个法案为什么960页？刚刚啊，这个亮哥提了一个肉桶法案，可能大家没注意，为什么说会越来越多？因为960页没有一个人看得完。所以每一个议员想办法把自己要的利益团体游说的东西，就是塞进去，所以越塞越多，越塞越多。所以这一个真的大，那美不美，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从我们过去在
立法院的过程里面，960页的法是没有人看的。那这个法其实这不是美国的特例，美国很多法案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就造成了另外一个情况。美国的财务的话就是会计师，那法务的话就是律师。你没有这些人来帮你处理事情，对于美国的多如牛毛的法，你简直没有办法处理。这是我们在台湾呢、没有办法想象的啊。960页，到一个什么样的法？一本书400多，这个200多页已经很厉害了，要读4遍了。你看要读到民国几年才读得完。最后我一定要讲的是美国的高铁，那叫灾难呐、这个美国现在最大的快速铁路就从华盛顿到纽约，我坐过1次，我坐过2次，而且呢还特别买的这个头等舱座，这样位置好一点。各位形容给你听，一上了车要叮铃哐啷咕噜卡啦，我靠，我以为我在第3世界呢，这样摇摇晃晃啊，那而且它能够顺利开上120、160的速度的，几乎没有几段。大部分都在稀里糊涂过程当中，所以美国想做横跨东西路的高铁，在这里我可以给一半保证不会成功，真的不会成功。就你看洛杉矶到旧金山那一段了，从奥巴马时代搞到现在，还是一个烂尾楼啊。好，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请严老师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把时间交给严老师。我想第一个，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法案啊，跟共和党过去讲的小而美政府，我觉得是完全背道而驰啊。那包括这个预算委员会的参议院的预算委员会主席，台湾非常熟悉这个Lindsey Graham 啊，他说我也没看啊，那有什么东西在里头？哎，你是 chairman 哎，你是主席哎，啊，你怎么会没看？啊，他助理应该有看啦。然后像那个 Senator 这个 Murkowski 阿拉斯加那个女的，她就是说我要塞我的东西，我最后才投给你。那上一次参议院是一开头投票的时候是51对49，是因为 Susan Collins 啊这个缅因州，他说我要让你投，但我不一定会投给你。就他果然第2轮真正要投票的时候，他让你去，就是说程序可以走，可是他投票的时候是反对。那现在共和党这个众议院也是一样，他也是3票多数嘛，跟参议院一样的情况。他也是说有几个议员说我让你投，但是我还不一定会投你。特别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有一个叫做这个自由党团啊，就是 Freedom Caucus。这个是非常保守，他们觉得你这个完全被跟这个过去共和党比较保守小政府。那对于川普这个生意人来说呢，如果要抢市场、抢经济的话，我带团去可能会比较快哦。来，这个是呢，川普是不是真的要来了？日本媒体日前所披露的是说呢，中方有计划邀请他来参加93大阅兵。然后呢，如果川普真的去的话，以一个生意人的头脑，他可能就是带着企业家一起去。原因是因为现在有传出说他已经在拟定名单。就跟5月那个时候去沙烏地阿拉伯那个中东行一样，会筹一个顶尖企业领袖所组成的豪华代表团。好，此外呢，他还希望在4大领域，这里面最在意的就是什么？稀土了。稀土、石油贸易、农产品、美债这些都需要突破，但稀土是重中之重，原因是急了啊！现在真的就是出口太慢了啦。虽然呢，中方讲你送件啊来我审批，可是速度就是不够。美方希望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放宽稀土还有磁铁的出口，因为现在都还没有恢复到4月初的水准，也就是在关税战之前的水准。美国呢也有进一步的报告出来。好，这个分析报告里面强调的是国防工业的基础还是依赖着中方的供应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9大关键领域之国防这一项的1级供应商里面，将近有1成哦，9.3%其实是来自于中方的企业。所以当你挂钩的没有办法完全脱离，跟你原本川普想的不一样的时候，下面的人就会很辛苦，难做事。这件事情也跟原本想的不一样，就是本来呢，
不要出口乙烷给中国，想说你是我最大的这个买家啊，我不要卖给你啊。结果现在呢说没有啦，还是卖啦，可以卖了，可以卖了啊。现在呢，因为中方不买，他可以买其他的，美方就说那我们不卖白不卖，所以现在可以卖了。另一件事情呢，则是先前也把这个晶片设计软体给锁了嘛。现在呢，这个原本的企业呢也已经跳出来讲，德国西门子说没有啊，政府说现在已经不再实施这一些限制，可以出口了。好，反正呢，原本想的跟实际发生的真的会有不同，所以就是纽时现在又再一次的告诉川普，你现在想的是什么？你现在想的可能是，我们不是能源产国吗？所以我们没有关系啊，那我们不需要做绿能啊。你看看他最近一下要推动的这个大而美，努力推动的，已经不要再用什么电动车啊、绿能等等。可是你一直在这样做，你要想，同时中国是开始努力冲绿能，而且是跟全世界销售绿能。环球时报讲了，即便你说美国输中国赢这种叙事话术，现在好像也没有办法撼动美国化石能源跟川普之间庞大的利益政治复合体。回过头来看看吧，为什么纽时会担心？因为他可能也看到了一些数据。来，中方现在呢说发力努力的在做全球核融合这个计划，核融合相关的研究呢，他们投了多少钱？2021年的时候，其实主要的是美国在做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到了2024年，中方就占了有一半了。美国突然之间，数额变少了，而且中方现在做这件事情是堪比两弹一星当年的那个投入程度，因为能源他很理解，这个呢会是他们未来国家安全一个重要的基石，所以他很需要做这件事情。那这一件事情呢，其实某些层面上面，你也可以看看到底一个国家领导人可以看多远。欧盟现在其实在关税战的同时，也跟中方这边持续来谈，但是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杂音出现了。比如说呢，现在有人就跳出来讲，我们什么都要跟中国，不摆脱对他们的依赖的话，那你不如申请去当他们的一省算了。他呢想要激将欧盟吗？想要跟中方脱钩吗？现在其实欧盟的执委会主席，因为呢这个两方的建交呢又是一个纪念里程碑，所以呢即将要到中方来。但7月2号他们在布鲁塞尔见面的时候，王毅先直接讲了，中欧要协商妥善处理分歧，而且他也强调一件事情，中国不是美国，所以不应该用美国走过的道路来镜像思考中国的思路。另一件事情则是告诉欧洲了，中欧的历史价值观都不一样，你不能因为有差异就视为对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你面临的各种挑战，过去、现在、未来都不是来自中国。回过头就想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现在川普说不但要去，而且可能带豪华天团随行。没有，你不能够说他说了啊，可能他本人没有讲，本人没有讲。对了，这个都是媒体报道。对。中国大陆对稀土它基本上审批程序是绕不过去了。所以现在的前提是审批的速度了那中国大陆现在目前非常明显有2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对欧洲加速，那对美国还是一样那第二个就是对美国的军工产业严审几乎都没过。那目前比较有可能过的是那个3家汽车公司那事实上稀土不是只有汽车啦，是还包括各种发动机那电力产业军工产业尤其军工产业啦，因为美国的备份今年大概就用完了，那怎么办？比如说北约现在要增加这么多的军费，很多人要跟美国买飞机是比如说 F-35，那是不是都要排队对，就做不出来嘛，因为一架 F-35用到的稀土大概是900公斤，是这个美国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是真的卡到了，真的卡到美国的要害就是他没有被备份嘛，可是中国大陆被卡到的部分基本上是我可以自己做次级品那还是堪用不会说完全都卷不动比如说华为，它还是做得出一些晶片嘛，
那就是打了给 game 赢了。那美国稀土是没有给 game 了，完全没有，没有就没有了。就是没有。所以那个福特公司就有1、2个厂就被迫停工，因为它壳都做好了，发动机没有发动机装不进去啊，因为那个就会用到稀土啊。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真的是抓到了，大概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厉害的筹码了。那中国大陆也还在准备其他筹码，就是，只要我是冠军企业，那在世界上市占率超过60%，那我也加减用来当筹码啊。这个最明显就是无人机的那个引擎啊，是，现在也卡到了，现在反正啊，那个不是美国做不出来，而是它这个产业已经不见了啊，所以不太一样啊，所以我觉得科技战，中国大陆已经找到它的节奏了，就是你美国是挡我本来做不出来的嘛，好，那我自力更生，也许隔了3到5年，我慢慢做出来，那级别比较低一点啊，那可是中国不卖美国的东西，美国就立刻跌倒在地哈，那要在全世界找到替代品也没有那么容易啊。那核融合产业为什么会高度受重视啊？因为最近大家发现人工智能比预期要更耗电的多了。它耗电的程度，我觉得我们台湾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就是人工智能的耗电量啊，它可能会要求你这个国家的电力1年要增加15%。很高非常高。而且它越算越快嘛，而且有各种图形的运用所以大家都会想这个电力产业要怎么样去精进是。那因为核融合是没有污染的，而且没有风险，跟现在的核裂变不一样。那中国大陆的电力本来就是美国的2倍多，所以这个美国当然会忧虑了。就是说，因为中国大陆最近2年政府投资核融合的预算真的非常可怕，所以美国以前是全面垄断那现在感觉是开始被追上这样。请教一下盛峰老师。我们是先讲核融合这一段来讲，整个基本上大概所谓的碳达峰跟碳中和西方本来定了一个25年跟50年，对，是跳票了，在前面跳票。那中国大陆当时定的是30年跟60年，被希望说你们不负责任，但是我可以在这里从所有的资料里面看得出来，中国大陆一定是30年碳达峰，60年碳中和，一定做得到。而且他真的努力的在这样做。他不管在绿能的发电也罢，在核融合的发电也罢，但核融合现在大概整个中国大陆将来核电厂会是全世界最大最多的。那这些都在做，为什么？很简单，他要发展 AI， 他要发展人工智能，他没有这些，通通是假的嘛。还有他们西电没有办法东送，他的东算没有办法西算，东数没有办法西算，这些也都是假的嘛。所以当谈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要谈美国了，台湾不也要走这一条路吗？电在哪里？打人电4年，那不电在哪里？是吧？这个大家不要吹牛，因为这个东西没有电，其他通通都是吹牛。第二个呢，就是有关呢日本共同这个消息，我有一点比较不一样的看法。是川普会不会带这个 CEO 团到中国访问？理论上不要排斥，他的几率是蛮高的。但是有关阅兵这个事情呢，可能就要留下来观察。而且我们在国际上常常会用一种方法，先曝光就让你死。因为阅兵是一个不一样，阅兵它是对内鼓舞士气，对外展示 muscle， 展示实力。那么这个时候，美国总统来到一个对内要去激扬他的国内的士气，然后都要展现实力来了，你要说他不好吗？那你就是赞同他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嘛？这个可能跟美国的想法，跟美国的国内目前中美之间的关系跟氛围，我认为放出这个消息，给他破局的机会可能更高。就是说有可能也有这样想，也希望他是这样做，
但是我觉得破格的机会高，因为站在大陆庆祝这样纪念这个抗战啊，对日战争80周年的这个纪念日，当然英国有关系，美国有关系，这个被占领的韩国有关系，对吧？东南亚国家除了印尼之外，大概都有关系。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这些都能来，当然是更好啊。但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这样操作，这样操作的摆明就是我要给你日本难堪。那我想他现在不是要让日本难堪的时代，他是要解决东北亚之间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可以看，但是川普这个人很难讲。为什么？老共假如答应他，让他有很尊荣的来，举个例子，金鸡迎接啦。经理接待啦，礼炮是不是？他一下来以后等点，会不会很抱歉啊？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没有办法预测啊。你唯一能预测的是你预测不了他有什么样的事。这个大概是目前的一个情况，给各位呢来做一个参考。是，请教杨老师。我想就是说，如果我们看过去这么多年来啊，美国是一个。在全球科技领先，然后制定所有的国际规则，带领所有国际这个各种经济或者环保议题的走向啊，所以你看绿能是美国先搞出来，搞得很成功的啊，但是呢，美国没办法对付他自己的石化产业这样庞大的利益，结果你要求啊，过去是谴责，觉得中国天天在烧煤，就谴责啊，你要定个高标准，说你看你污染数多高，你定了标准之后，结果没想到中国大陆真的去发展绿能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是现在又要修改国际这个游戏规则。我觉得美国就是他定了很高的标准，他认为大家都达不到，结果大家达到以后，他说这个不是我现在换一个游戏规则了啊。我觉得这个是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而且他常常是低估了这个，因为我很多次讲过，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的大部分的经验都来自于他过去。掌控拉丁美洲，所以他以为所有的这个跟这个第三世界打交道都是类似像拉丁美洲，我去你们要求我技术转移，我也转，可是你们根本就学不到，你们也没学好，反正到最后我还是继续在剥削，还是在继续获利嘛。就没想到一到亚洲，到了日本他已经就吃亏，到了韩国也吃亏，到了中国大陆更吃亏了。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没有想到的。那现在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怎么去跟这个大陆去竞争其他的科技？因为你每一个你要求的新的标准，大家都好，你制定了，那大陆说好，那我就跟着你走走看吧。结果你看卫星当时也是美国先搞的啊，所以都被后面会被追上。那有人就说，大陆今天这个是叫做后发优势啊，因为它以为站在别人的基础上面。可是过去100年的经验，在这个之前啊，19世纪末期到20世纪，也没有看到有几个国家能够站在别人的肩膀上就超越了，是很难的，不是那么容易啊。美国也不是那么一个傻瓜，但是美国今天面临的这个对手，所以我认为川普还是会想去大陆，至少他要去表达一下，我可能有些部分被你超越了，可是我今天就是第一大国，我必须要接受最高规格的接待啊。那他带这些，我上次也在这个节目有讲过，就是他希望带这些团去，然后跟大陆讲，你们不能歧视我们美国，别人要你们就是有些企业给你们，欧洲企业给你们回扣，结果我们美国没竞争力，我现在美国也可以给你回扣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川普会带这一批人去，是可能，但是不一定是9月3号，只是说起来就是2次大战，如果今天他真的邀请最后这3国的话。让大家感觉上，美国、中国、俄罗斯是不是又回到当年雅尔达啊？就是或者说是制定新的一个世界秩序，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会比较担心，特别是日本在这个时候比较尴尬。可是你看德国在这一方面啊，你每一次包括红场纪念，我都还记得那个关系非常不好的时候，梅克尔亲自去一趟，我德国是侵略俄罗斯的。我应该会被羞辱吧？不怕，还是去。我觉得日本也稍微要有这样的一个胸襟嘛。大家晚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先来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
大家平安。前立委李胜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各位观众，大家好。一开始先带你来看到的是我们的总统呢，现在告诉我们，两岸之间兵凶战危，军人我们要好好来保护他，所以呢，要给他有荣誉感。来，现在的荣誉感是什么？总统想到就是他搭飞机的时候让他自动升等商务舱，结果呢，这个一讲完之后，国际航空没什么人开口，有关股的这个华航率先松口，原因是因为董事会当中的席次比较高啦，研议当中。但不管怎么说，大家想问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真的就会有人因为这样觉得很有荣誉感而去当兵吗？毕竟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一些青鸟在讨论，说针对这一点，他们不是这么样的赞同，就连馆长金家有做贵兵来听听他怎么说。台湾根本受不了打仗，有超过60%的人不愿意替赖清德打仗啊。大家都不愿意去当兵啊，是勉强去当的啊，大家都认为浪费时间啊。99%只要接到兵单的男性，在心里面都会骂。当过3年半的兵，我带过很多阿兵哥啊，每个都生不如死啊。网络上每一个都蓝波，每一个都不怕死，私底下小三的。小三 ，Me Too 的 Me Too， 找人家生小孩的生小孩，哪有一个有道德？这种人，他会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卫国家，你傻了，孩子。好，其实呢，现在大家想问的就是，对啦，台湾现在兵源不足嘛，确实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来保家卫国，但是呢，政府到底知不知道？现在大家感受是什么？感受是兵凶战危，有人可能干嘛？惊去做兵，更加危险。带您来看到有多么样的战危。这个呢是昨天其实呢在对岸这边他们进行联合战备警巡，结果呢到晚上的时候就忽然发现了，怎么有一个解放军的军机在我们24海里外海的地方开始呢在我们这边飞来飞去，更有趣的是，怎么有一个美国海军的 P8A 马上从巴士海峡这边飞过来跟他对峙，而且呢，两机相遇之后不到1分钟就通通都关闭了本来开启的 ADS-B 识别器讯号。好，这代表着什么样的意涵？当你把这个识别器讯号给关掉之后，据说啦，就是进入了备战模式。那个时候那个烟硝味您才闻到。我们就想问，在24海里台湾外海处，但台湾呢？总统不是告诉我们，他要当下棋的人，不要当看棋的人吗？金价化心啊，现在使得上力吗？其实目前的台湾是什么？总统在演说的时候就直接跟他讲啊，说不要发1万块钱啦，因为我们要强化我们的国防补助台电，还问大家赞不赞成？赞不赞成？问了26次，但是实际的状况是什么？强化国防之外，拨补台电这件事情，很多人就觉得说，总统到底有没有了解一般人的想法是什么？一般人的想法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劫贫济富给台电啊？看看人家新加坡在干嘛？第3季降电价了，2023以来连续4季调降电价。大家就想问，现在的能源成本其实是在降低的状态当中的，但是为什么别人都在降电价我们不行？我们还要拨补给台电甚或呢？你总统到底能不能够处理一下这个羞夸代志民生大事？另一件事情，真正下棋的人，我们来看看，跟美国同样友好啊，南韩人家境内还有美军基地，可是现在李在明在他就职满月的演说当中，他怎么讲的？他说：“我要尽快改善韩中关系，我要展开实用外交。”同时，现在呢，韩媒这边说，其实他已经获邀去中方参加93阅兵，他们的外交部讲法是谨慎考虑，但是呢，他们考量多重因素，顾全大局。可是重点还是希望跟中方能够实际的改善关系。日本境内同样有美军基地，但日本现在面对美国，他从不当一个这个桌边看棋的人。关税这一战，川普已经连3呛，对日本直接讲，你再不乖乖听话，我就直接克你35%。人家是越谈越少，他是越谈越多。原因是因为川普说，你们明明就缺米，你们现在却不吃美国米。他们的官房长直接怎么讲？我绝对不会牺牲农业部门的利益来去跟美国做交换。当他讲说你们10年来没买过一台美国车的时候，他们的石破茂首相是说，
啊，就因为你的车很难开啊，又左驾啊，又很耗油啊，所以就是卖不好啊。当他说你的国防支出要提高到 GDP 的3.5%的时候，石破茂说这个跟你没关系哦，这个是我们国会通过的，我们说了算，不是外国人说了算。大家就想说，哇，日本现在也这么硬了吗？其实最近日本最红的是什么新闻？是后天这个有可能他们所末日大预言的这个大海啸，在我所看见的未来这本书里面。农数量也具体的说是7月5号这个时间点有可能会发生灾难啊！这件事情呢，其实网络上面有很多不同的讲法，科学的讲法也有一些在释疑，但是呢，也有人在问石破茂说，会不会是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呢，反正很硬啊，大白话，因为呢，就是告诉川普，我们什么都不怕。回过头来请教一下亮哥，您会怎么样来看？好。目前总统认为给军人荣誉感是搭飞机的时候自动帮他升等商务舱，然后华航还真的说他们要延役。我这个就是很好笑啦，因为美国是航空公司自动自发的嘛，让你优先登机，对，那有时候会帮你升等，可是那个升等不是一定有啊，就有时候他就会让你方便啊。坦白说，军人最在乎的是什么？就你不要伤我的退休俸嘛。那像蓝白通过自愿役加薪，对，那你赖清德为什么不去讲？因为民进党全部都反对啊。那这个不是更实质吗？那个自愿役加薪那个钱远超过那个升等舱的钱啊，而且真的会用到这个就是国际旅客嘛，因为我们国内又几乎没有航班啊，那一年才几件啊。我觉得张延廷讲的很对啊，张延廷说我们很常坐高铁啦，可不可以高铁给我升等？我自由座变成那个商务座。这张延廷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啊，因为我们的国军是很常坐高铁的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他讲这个就是让人家觉得没有诚意嘛。那个自愿役加薪呐，不要3年金呐，还有高铁升等啊，这个才是比较实惠的嘛，很多人都会碰到嘛。而且我讲白了啦，你难道是一个人出国吗？那万一你是带家人呢？那只有你升等，你家人去坐经济舱，这像话吗？所以为什么航空公司觉得很难办哦？这个怎么弄嘛？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赖清德最近真的有点荒腔走板我们刚刚在讲那个1万块买菜，他也相信我不觉得这有问题那既然对军人的尊重想到要提升商务舱，坦白讲真的脱节了啦这个如果是你在选举出街我才不相信你会这样思考嘞这表示他真的脱节了啦。你第一个想到一定是高铁嘛，而且高铁政府是影响得到的，是你这还有一大堆长荣啊、星宇啊，人家干嘛办？所以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啦那中国大陆的阅兵我估计他会对大部分的战胜国都会提出邀请可能对日本比较不好意思那可是一度被日军占领的那些，比如说东南亚的国家，我觉得他也有可能会邀请那这个欧洲当然还有别的国家所以现在大家关注的是川普会不会去了？是那因为时间还蛮久的，还有2个月因为川普这个人很难预测了就美国一定会有人觉得说你不是给习近平大面子因为中国阅兵，那川普去才发现美军那种阅兵叫小散步那岂不是对照起来没面子吗？可是因为川普这个人信心爆棚搞不好他觉得他去可以驾驭习近平跟普京搞不好他会这样想而且你去，你等于是给中国一个大面子嘛，所以中国好歹在其他的谈判也会给你一点面子吧所以我觉得这个还难以预测。可是我跟你讲，日本共同社
跟那个日经亚洲同时登了这个新闻，这个蛮诡异的因为连中国外交部都说他还没有提出正式邀请，那为什么是2个日本媒体啊？而且这2个媒体啊，日本共同社跟大陆常常有一些关系啦，有一些消息它都是独家，都是大陆的新闻啊。那日经亚洲是非常亲美的，结果它同时登出来，所以我认为不是空穴来风啊，这个值得观察。不过如果成真啊，川普、习近平、普京同时阅兵，那最紧张的一定是日本跟台湾。所以请教一下盛峰老师，台湾的这个时候，你看到了中方的战机啊，看到了美国的战机，哎，带人家飞来飞去，那我们呢？我们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多回应嘛。是，我还是先回应一下有关军人这个座舱升等的问题。是，我认为连高铁都不应该升等。要给军人真正的荣誉，我有几个很具体的建议，而且不用去动到国家太多的预算。第一个，从今天开始，让军人可以正正式式的着军装在社会活动。这所有的男生看着军人着军装，那个有英挺的样子，对男孩子是有多大的吸引力啊？对女生是有多大的吸引力？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这些长官，避免他的部下在社会出了问题，然后连坐回去伤到他，就这样子啊。所以你最近有看过吗？全世界所有，你看，包括美军在内，最大的特点就是笔挺的军装。所以要升等，要什么？那一定是你笔挺的军装，然后你贴上的那个新标、那个勋章，让那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哦，我对你尊重，所以我今天给你升等。”不是因为他是军人，是因为他着了军装，然后从军装看到他的功劳，所以我们尊重你。哎，赖清德啊，你的写稿人真的读一点书好不好？第二个，回复到以前呢，所有坐车，所有这个什么样子娱乐半价，对，半价是合理，升等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半价一点麻烦都不会有嘛，是吧？这个比如说极其简单的事情可以来做，还有呢，安检通关，快速通关，这个在国外我们常常看得到，只要你着军装。在安检那个就不用排队，它可以快速通关，就好像 VIP 一样，这个你可以做到不用花钱的。这种该做想到的事你都做不了，别鬼扯了。第二个，你知道刚刚只是谈到就是中美战机在24海里对峙的事，你知道我想到了什么吗？想到日俄战争。什么叫日俄战争？就在中国的土地上，日本跟俄罗斯在中国的打仗，打完了以后呢，还拿中国的东西去赔偿。你不这当然不能比记的，不能这样类推。可是那个画面你感觉的不是如此吗？那台湾能干什么？目睭金金人相中，看到两边都安那先变先，海西台湾这架高水天，就这样子。他能做什么？他能说美国你不可来，不行啊。他说美国我希望你来啊。他说：“老公，你回去。”问题是老公他要来啊。一个是你希望他来，但是他来了之后是给你带麻烦；一个是你不希望他来，但是他会来到这里，然后这两边在这里强蹦的时候，当把这个计时器给关掉的时候，这代表什么？代表大家心里有一股什么时候会出什么事你不知道的情况。那我们国防部能讲什么？我们政府能讲什么？我们说美军走，阿共走，会不会？不会的，你就等着，这件事不会发生的。那再过来，世界的格局在改变中，尤其东亚的格局在改变，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它已经不会是前几年的样子了。日本、韩国跟美国跟中国之间会开始有新的关系、新的选择、新的变化，各位都一定可以预估、可以看得到的。请教一下杨老师。我觉得李在明是非常务实啊，他很清楚嘛，就是大概10年前左右，韩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啊。我们想说，哎，怎么韩国小小的，怎么会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国？确实是啊。所以那个时候对韩国来讲，大陆的市场
非常的重要，它已经远远超过韩国对美国的出口。那可是现在看到，尹锡悦去亲美，结果美国人这个川普上台之后，还搞了这个关税啊等等，非常有高度的不确定感啊。那你还不如回头来经营大陆这条线，至少我觉得对李在明来讲，韩国很熟悉大陆的市场，而且韩国人会中文的多，会去经营啊，已经有一脉相承了。那为什么不再努力经营一下？当时就是为了我们讲说部署萨德飞弹搞得不太开心，那现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机会，对李在明来讲，等于是我们讲说这个 clean slate 啊，就重新开始，白的开始嘛。那你现在就可以积极去努力，为了韩国的经济，我觉得这是他这样做。那日本当然，我觉得因为我在日本这个跟美国这个1980年代贸易冲突的时候，我那时候在美国就记得非常的清楚。啊，美国人就是要日本人买美国的米，日本人就说对不起啊，你们这是长米，我们吃的是圆的啊，就反正用各种理由就是不买。然后当年的那个贸易逆差，就是美国对日本的贸易逆差是非常大的。那中曾跟川成他就跑到这个美国去，他说好，那我来买一下平衡贸易，就在机场买了一条手帕。就这样子算是要帮日本来平衡贸易，因为日本确实是对美国过去是出招很多，现在还是出招。可是日本保护农民不像台湾政府啊，我们政府好像觉得说，米也可以开放啊。那日本是保护，即使很贵，差好几倍的价钱，日本人也愿意去做这个努力去保护他们农民。虽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你们的农地这么支离破碎，那么小，跟美国那种粗耕的大规模的不能竞争嘛？为什么还要？这就是美国、日本也好，或者欧洲、欧盟的国家，为了保护农业，什么都做得出来，而且农业在各种这个自由贸易谈判里头，都会变成是一个特殊的项目，是有保护的，可以有些例外的啊。那我觉得日本现在这么做，当然也是对他来讲是一个比较石破茂刚刚亮哥讲说，他可能要选举啊，有各种的考量。可是你今天回头来看，你美国人有没有好好经营日本的市场？我想我在这个节目提过很多次，美国你不是做不好的车，我在美国的时候，那时候刚好石油危机，大家都说买日本小车省油，对不对？后来发现，不是只有省油啊，性能也不错。那美国的大车那么浪费油，然后美国你家的停车的这个 garage 很大，一次可以停2部或3部，亚洲哪有地方可以这样子停？你还在做大车吗？不可能。美国的大车做得好，可是美国的小车还是没有办法跟亚洲的比，所以我觉得这是美国人自己要去调整，你到底是要以美国的消费市场为主，还是你也要放眼国际市场？如果今天美国的制造业没有放眼到国际市场去配合各种的，包括家电、包括这个汽车等等，你就不要怪别人不进口你的车，因为根本不适合包括我讲家电，过去也讲阳台上面根本放不下的嘛，体重那么大，对不对？这个是美国自己要做调整了。确实啊，市场来讲应该是就是市场经济、自由经济嘛。那所以你做得好，消费者他就会买单。